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根据最新的报告，苹果 iPhone 14系列的口碑正在下滑。这个结论是市场调研机构 Perfect 基于对60万包括但不限于 iPhone 14的苹果用户评价所得出的。该报告统计了2011年至2022年间推出的 iPhone 机型用户，并通过他们评价来分析机型的口碑变化。多年间 ，iPhone 基础款的好评如潮，呈阶梯式口碑爆棚，仅有寥寥几款机型的满意度下滑。其中下滑明显的基础机型是2012年推出的 iPhone 5，好评占比仅有 65%， 而另一款就是去年推出的 iPhone 14，口碑从 iPhone 13的 80% 好评降至 72%， 整整下降了8个百分点。或许很多人看来 iPhone 14 Pro 系列有着不错的销量表现，却没想到14 Pro 系列的口碑同样有着不同程度的下滑。除去替代 mini 系列的 Plus 机型， iPhone 14基本上全系口碑大幅下滑。究其原因，无非是用户体验和性能表现不如预期。与之相对， iPhone 历年口碑爆棚的机型优势就很明显。接下来Tiger带大家回顾下这些年 iPhone 的真香机，它们各自有着致命的缺点，但依然口碑爆棚，是怎么做到的？1. iPhone 6无惧弯曲门。2014年9月份发布的 iPhone 6是苹果首款支持 NFC 功能的手机，其搭载的 iOS 8也是首次支持第三方输入法的重大系统版本。这代的屏幕大幅增至 4.7 英寸，由 JDLG、夏普、东芝4家混工，并首次引入了双域像素技术。官方解释是支持广阔视角及提升了可视角度，同时还将屏幕对比度提高至1400:1。这代的屏幕盖板还首次引入了 2.5D 弧形玻璃，从而使得正面观感和手感获得 double 提升。机身设计方面，这代直接去掉了前代后背上下那两块拼接的玻璃材质贴片，所以后背上下那两条注塑带非常明显。另外，这代还将全铝合金机身改为了弧形边框设计。由于屏幕变大了很多，所以机身相应也变得更为宽大，加上机身变薄了不少，因此这代有个小插曲弯曲门。苹果方面则回应说，这只是极个别情况，上市前6天仅接到9起投诉。正如 iPhone 4的天线门和 iPhone 5的掉漆门并未影响其各自的销量一样，这代的弯曲门对其销量不仅没有影响，反而更助长了其热度，往后销量迭创新高。2. iPhone 6s 无惧芯片门。2015年9月份，苹果首款钉子户专用机 iPhone 6s 发布，这代最大的变化就是运存增至2G， 屏幕新增 3D Touch 功能，还将麦克风数量增至4个。而那款改版了数代的祖传后置3蒜 IMX145 终于升级为了 IMX315， 采用了当时索尼最先进的堆栈式技术，顺带还将前置摄像头小升级了一下。另外，前代首次配备的大体积 X 轴线性马达给人的感觉已经非常震撼，这代为了配合 3D Touch 又将马达升级为了超大体积规格，当然代价也有，电池容量非常不幸的缩水了。由于这代的铝合金外壳由前代的6000系列升级为了7000系列，机身强度得到了大幅提升，所以前代的弯曲门尴尬至此终于从根源上解决了。但是 6S 的另一个问题后面又暴露出来了，那就是其搭载的 A9 处理器竟然分为了2个代工版本，关键三星版本还比台积电版本差，这就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芯片门。当然，这依然是个小插曲，往后在 A9 神韵梦高速闪存、2G 运存、超大 X 轴马达、3D Touch 均衡影像素质的加持下，苹果神机 6S 在机时的地位经久不衰。3. iPhone 8无惧通话门。2017年9月份，苹果发布了采用玻璃贝壳加金属中框设计的 iPhone 8，这款上市后照例还是有小插曲通话门，即通话会有噪音。由于前代 iPhone 7的基带门更严重，所以通话门相较之下问题不大，苹果回应会通过系统更新解决。话说回来，这代十分难得的将有线充电功率从10瓦提升到了18瓦，不过18瓦充电头需单独购买。另外，首次支持无线充电，但由于无线充电线圈的加入，其电池又非常不幸的变小了。这代除了继承前代的优秀屏幕素质之外，还升级了对原彩显示的支持。A11 处理器方面，升级幅度可谓十分惊人，因为这次就连 GPU 都变成了苹果的自研架构，所以仅用了3个自研核心就完成了 40% 的性能提升。CPU 方面表现更为出色，因为这次变成了可以火力全开的6核架构， CPU 多核性能飞跃式的提升了 75%。另外，神经网络引擎的首次加入更是让其如虎添翼。
至于 iPhone 7开始配备的立体声双扬声器 IP67 级防尘防水，后置主摄光学防抖，这代进阶沿用，同时还将蓝牙升级为 5.0 版本，较前代速率翻倍，传输距离更远且功耗更低。4. iPhone XR 无距信号门。2018年9月份，第一代真香机 iPhone XR 问世，当时刚发布的时候，这款机器被各种吐槽，诸如机身宽大后像块砖、LCD 刘海屏边框停航模、阉割 3D Touch 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但是当大家上手后才发现，这款机器由于硕大的机身设计，内部空间不足，所以采用了单层主板设计，散热效果杠低，而且电池容量也大，续航杠低 ，LCD 屏护眼杠低。顺势 XR 就逐渐变成了果粉们众口相传的超级真香机。至于 3D Touch 功能，反正平常也很少用，那英特尔基带和天线设计缺陷所造成的信号门呢，这算是唯一不香的地方了。这代的屏幕终于不再是混功的了，而是由 JDI 独供，不过双域像素技术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像素屏蔽和亚像素抗混叠技术，这两种技术能够带来媲美 LED 屏的观感体验。另外，其主摄传感器虽然像素量没变，但底变大了，暗光拍照能力进一步增强，同时运存增至3G， 并支持双卡双待。其搭载的 A12 处理器 CPU 方面性能提升比较一般，但 GPU 方面由于增加了一颗自研核心的缘故，加上架构的升级，性能大幅提升了 55%。5. iPhone 11无距断触门。2019年9月份，新一代的真香机 iPhone 11诞生，这是旗舰系列最后一款 LCD 屏幕手机。这代刚发布的时候，各种吐槽说没有 5G 网络，结果上市后直接卖疯了。上市后发现又是英特尔基带，也没事。之所以会有如此大型真香场景的出现，皆因为这代的升级点太打动人心了，例如 4G 大运存、IP68 级防尘防水、Wi-Fi 6、更大的电池、新增超广角镜头等等，随便挑一个出来都真香。所以这代实际上就是 XR 的终极补强版。至于 A13 处理器就有点不够看了，不管是 CPU 性能还是 GPU 性能，提升幅度皆在 20% 左右，有点挤牙膏的味道。而上市后出现的断触门，最后是通过官方提供的换屏服务才得以解决。6. iPhone 13无距绿屏门。2021年9月份，第三代真香机 iPhone 13自带光环出场。这代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后置镜头变成了对角线布局和刘海缩窄了。此外，电池容量进步很大，后置主摄传感器也升级为 IMX603。另外，其正面和前代一样，依然是 LED 屏幕，且覆盖了超瓷晶面板，且全局最高亮度升级为800尼特，但是改变了调光策略，全程480赫兹低频 PWM 调光，这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就很不友好了。这代其他不香的地方还有运存没升级，搭载的 A15 处理器本来就是牙膏版了，结果还要被阉割，再加上由于屏幕混功造成的绿屏门，这代的13香称号或许更多是表现在销量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让你评价的话，这6款口碑爆棚的 iPhone 中，谁是你心目中的真香机呢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